我们的1000只朋友。特别怕光，只要一有光，它们就没了，就会缩进去。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虫虫农场。前些日子我们买了一个虫虫农场来消耗我们的厨余垃圾，一共花了大概50块钱。这个农场有4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外面的虫虫的家，这也就是所谓的蚯蚓箱。这个蚯蚓箱有通风的功能，还可以排水。第二呢，就是它的虫虫的床材和垫料，这个一般我们用撕碎了的报纸或者是纸板，还有一点粘土，就可以把它安置进去。有这2样东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入虫虫本虫。接下来会有介绍是什么样的虫子才可以放进去。把它们全部放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日常的厨余，比如说切掉的瓜果、蔬菜的皮，都可以把它们放进去。这样子，我们的虫虫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消耗厨余垃圾，把它们变成有用的肥料，将来种一些蔬菜瓜果的时候，种花种草都可以拿它来当做肥料来使用。现在要干嘛？看看虫子，看前几天放的东西它吃了多少。这就是我们的虫子的乐园，叫做 Worm Farm， 挺小的，其实30公分左右，高也就是40公分。它是有1、2、3层，就意味着你其实可以将来3层都放上厨余，然后虫子就可以吃，一层一层的吃，然后它们的粪便就可以拿来做肥料。好，开箱。哇，好湿。再检查一下这上面有没有虫子，这上面没有虫子。它湿是正常的，因为虫子喜欢湿的环境，反倒不喜欢干的环境。它湿没有问题，最怕就是干。所以这就是为啥要在这上面放一层这个纸皮，就是为了让湿气不要快速的蒸发掉。打开你就会看到好多小虫子，现在已经，这是前几天放的，还没有吃很多，所以说还可以再让它们吃一段时间。这次厨余的是包菜和菠菜，这些是报纸。报纸拿下去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碳的来源，还有这些就是非常细的，这种其实是蛋壳，然后把它们磨成粉，这样子的话，它们就可以给这些虫子们提供一个像牙一样的东西，就是它们会把它吃进去，然后依赖这些东西去咀嚼。虫子是没有牙齿的，它消化东西的这个逻辑跟鸡是一样的。这个好像是它们的卵，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小的圆形的，这应该就是它们的卵。过一段时间小哦，挺大的。这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应该就是它们的卵。所以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当奶奶了。神经病！你到处搬起一条虫来看一看呀。嘿，看，像蚯蚓一样。对，好多人以为它们是蚯蚓，其实它们不是蚯蚓。这种东西叫做 Red Wiggler， 是不是叫 Wiggler？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好像是一种。有中文名吗？我不知道，可能有。它其实是原产于，我忘了是日本还是欧洲的一种，专门用来消灭厨余的这种虫子。这里面又一个卵，不知道去哪儿了。挺可爱的。这有一个小卵，看到没有？我眼神真好。这个卵在这里。这就是它的卵，就这种，像柠檬一样的形状的。底下应该还有不少。怕光，所以说一把它翻开，它们就逃跑了。藏起来了。这箱子里面只有一个卵，这里面箱子里面是有1000条。
这种箱子，我印象里他们最多的时候，这边好多，他们最多的时候应该能有将近5000条是可以在这箱子里面活的。对，看一下第2层有没有东西嘛。好，先看一看底下还有哪些。这都是厨余，好多人会怕这个东西会臭，其实它不会臭的，它是那种很健康的泥土的味道。对啊，我就觉得是像外面那种青草地的味道。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进行的是一个有氧的降解过程，它不是无氧的。你闻到那些臭味啊，或者是在垃圾桶里面闻到臭味，一般都是因为无氧环境细菌大量繁殖才会造成。但是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有利于微生物和虫子生长的环境，所以说是有氧环境，它们是不臭的。底下第2层，这是漏下来的一些，有一些虫子在睡觉。只有一点点。对，按道理说这底下应该是没有很多的，因为它们绝大多数虫子应该都是在上面。下面没东西吃吗？对，它的逻辑其实就是虫子在上面吃，吃完之后因为上面没有东西了，所以说它们就会跑到底下去，然后在底下吃。就是它们把上面这层吃完之后，上面这层就可以拿去做肥料，然后你就会发现上面的虫子越来越少，底下虫子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话就意味着你上面这一层基本上就可以了，就降解完毕了。降解完毕之后，你就可以把上面这层全部拿去花园里面。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把它们全部拿到花园里面的话，这些虫子会不会也跟着到处去？其实不会，你把它上面这一层，就是你把它整个抬起来，抬到外面，太阳光一晒，因为它们很害怕光，它们就往下面钻，你就可以把表层的土拿掉。拿掉之后，它们又会往下面钻，你就用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它们最终就会全部钻在第2层，第1层上面就只剩下土，就会有很少甚至没有虫子。对，这里有一个小卵，还挺多的，说明它们在这儿生活的比较开心。看到了，像小葡萄。还有人会担心说这个东西会不会从这个里面逃走，跑的到处都是。其实如果它们往外面跑的话，就意味着这个环境不适合它们生存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比方说这个整个这个箱子太干燥了，或者就是说它的酸碱失衡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虫子跑出来，而且你能看到上面水汽很多，就意味着这个环境是他们喜欢的环境。所以你就一直在检查说它够不够湿。对，就怕它们太干就跑出来。对，如果说是因为其实你加入这些厨余本身是有很多水分的，所以说你不需要往里面额外加水啊，你就是你把它拿一个塑料板呀，或者是这种东西把它盖到这上面，水汽就不会大量的跑走了，它们就会水汽全部在这里面，它们就会过得比较开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酸碱失衡，就是如果说它们因为这个东西它表面它表皮是软体动物嘛，它表面如果受到刺激，比方说你给它撒盐了或者怎么样，它们就会很痛，就会跑。所以说这个整个环境不能是太酸，也不能有很多盐，尽量就是维持一个酸碱中和的环境。其实你也可以用就是咖啡豆磨成的粉嘛，咖啡粉。但是咖啡粉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酸性的，它很酸。你放一点的话，你就要放一点石灰或者是蛋壳去用碱性的给它们中和掉，不然你的这个整个环境就会越来越酸，越来越酸，就不太好。好，多有意思。好，我拿它盖上，盖上就最近就不去打扰它们了。下次再看就1个星期之后。OK，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哪个啊？这个白色的。哦，看到了，这个看到了。哇，它是透明的哎。对啊。这条干嘛了？一节节的。这条不干嘛，被我抓出来做个模特。所以你侦查到什么状况吗？没什么状况，我觉得刚它
刚才那几只虫子在地上了，我怀疑是下面这一层，的虫子，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它们不应该往下面跑，因为下面干嘛，它们不应该往下面跑，不知道为啥能跑到下面来了，然后就死掉了。你说你看到的那些是死掉的？对，干死了嘛。